儿，万一被别人听见了。怕谁听见？难不成你那下等贱奴出身的未婚夫陈元启还能进入后山不成？春宵一刻，你当真要我停止耕耘，可别后悔。不可，师兄，陈元启一介寒门蝼蚁，哪能跟您这样的世家嫡子、麒麟贵胄相比？我的身心都是师兄的。胭脂，你元启，你怎么进来了？怕他一介蝼蚁做什么？别扫兴。傅清源，胭脂是我未婚妻，你如此羞辱她，你当我死了吗？呀！我羞辱你未婚妻？我呸！你这届寒门庶子，也配销售胭脂这等如花美眷？等等，你应该还没享受过吧？我替你试了。蝉若至此，怕是到了床上也无法让嫣儿满意吧？王八蛋！我跟你拼了！蝼蚁，知道这2年来你为何落榜吗？是因为傅家把你的成绩调换给了我。你不会真以为努力就有用吧？你说什么？畜生！胭脂，你快跑，去天元学宫找长老们，为我们主持公道。胭脂，只要你开口，我可以不杀他。全凭师兄做主。听到了吗？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因为蝼蚁什么都不配拥有。斩草要除根。听说陈元启还有个老娘是吧？住哪？飞云村，我给师兄带路。别急，还没尽兴，先把事儿办完再去。讨厌，师兄。这是哪儿啊？我是已经死了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因为这就是命。
神诀。什么？你先上神诀？对，一门狂暴的功法，练不好就会落得形神俱灭，敢吗？若我等穷人注定的命是这样，那改命之路，就算是地狱之道，我也要闯一闯。路是你自己选的，小子，别后悔。乾坤借法，天书入体。又烧死匹下等马，总有那么多不自量力的穷苦人，生如蝼蚁，拿命凑什么热闹？哟呵，没想到啊，下等马里出了个硬骨头。神女，我是不是通过了？小子，你已练成逆仙上神诀初阶。你暂时同阶无敌，跨一阶对战也不在话下。但你只是初窥门径，死后你抱元守一，便可在内心识海见到我。但没大事，别来烦我。命没那么好改，能走多远取决于你自己。毕竟上天注定，你的命不是什么好命。王后将相，命由种乎？我命由我，不由天。辱我娘者，死！娘，儿啊！陈元启，你居然还活着！娘，你没事吧？娘没事。我不仅还活着，我还要让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付出代价！儿啊，他们说你偷东西，是不是真的呀？娘，我没有，你儿子无愧于天地。是这对狗男女通奸被我发现了，他们想要杀我灭口。胭脂，我们待你不薄，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陈元启，你颠倒黑白，明明是你先偷盗灵药，还想淫辱我。我一个传统女子，怎能受此大辱？还好傅少爷救了我。你说什么？我一个清白女子，难道会用我的处子之身来污蔑你吗？胭脂说的有道理啊，陈家母子是什么就是穷酸玩意儿？傅青云少爷，傅青云少爷难道会污蔑他？就是。陈元启，你辱嫣儿清白，毁我傅家清誉。今日我便用你和你娘的血来告诉众人，我傅家的名誉不可辱没。你练的什么邪功？陈元启，放手！我傅家乃长安世家第一名门，你敢动我一根汗毛，傅家必定……长安世家就能够无恶不作，胡作非为吗？今日我就废了你！
我错了，别打了，求你放过我！傅景宇，我们一家人安分守己，你却处处相逼。现在有人取你性命，你知道求饶？之前你做尽丧尽天良之事时，有想过今日吗？沈元气，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了，放。幽冥邪力，引魂入体，魂魄剥离。不要，为我所欲。娘！娘！师姐慢点，师姐，你没事吧？来，师姐慢点。师姐，多谢师姐的救命之恩。你认识我？我当然认识了。您是内门师姐。冰寒仙子江雨梦，天元学宫谁不敬仰？我之前在学宫的时候，师姐，师姐，你怎么了？不好，是化气手。师姐别怕，我现在为你化解。
师姐，哎，你怎么自己靠上来了？这不成敌动啊！师姐，神女，神女，神女，这怎么回事啊？你真气之阳，他至阴，阴阳相吸很正常嘛。你一个大男人，让姑娘贴贴咋了？你吃亏啊？别搞得跟个黄花大闺男似的，行吗？我本来就是啊。再说了，香师姐对我有恩，我怎么能趁机非礼她呀？不行，我得马上成功。你一停，他立刻死。你禽兽不如。师姐，师姐，你醒了？你听我说，这些都是我。你干嘛？你手放开！我不能放。不是，流氓！你怎么又打我？你的真气在流入我体内，你在为我疗伤。是啊，师姐，只是……那我手换一个位置，你等我一下。你有完没完？你手干嘛乱动？我只是吸得太紧了，我只是想换位置，我觉得放在这个位置不太好。你别乱动了，一会儿就好了。其实已经好了。我这次什么都没做。谢谢。啊什么？本姑娘恩怨分明，这补气丹你拿着，谢谢你为我疗伤。至于打你，难道不应该吗？哦，应该的。刚才我的手确实……闭嘴！不许再提了，再提我就一剑杀了你。好，我不提，我什么都没记住。谢谢你的丹药，我走了。啊？你去哪儿？师姐，你已无恙，我母亲的元神被抢，我要把它抢回来。抢？傅冰号称门内第一人，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纵然你武功有所长进，我劝你也别以卵击石。傅冰强横，你的实力跟他相比，差太远了。好自为之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又怎样？神女，我该怎么救我娘？救什么呀？以卵击石。就算再凶险，我也得夺回我娘的魂魄。我要让傅家付出代价。小子，你说说，想怎么做？神女，我打算3天之后参加天元学宫的大比。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击败傅冰的话，我就能让傅家露出真面目，然后夺回我娘的魂魄。就凭你，就等着3天后被傅家踩在脚底下吧。能不被踩在脚底下吗？人家傅冰用化气手，我跟他一对着，功力全没了，都怪你。化气手什么东西？天下奇功无出逆仙上神诀之有，逆仙5诀第1诀，拿去。逆仙5诀通天彻地，此招练成，修为突破。且此后真气宛若凤之火，滔滔不绝。你若练不成，就等死吧。烽火长鸣。陈元启，你还敢现身？
青云哥哥，他好凶啊，我害怕。放心，有我大哥傅冰在，那废物掀不起浪。这陈元启还真是废物一个，女人被淫，母亲被杀，我要活成这样，还不如进宫当太监。就是啊！一会儿，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什么叫悔不当初。他是疯了吗？像陈元启这样的贱奴参与比武，简直是对天元学宫的侮辱。是啊，不如我来为天元学宫清理门户。比武大会禁止私斗，我作为宗门执法弟子，不允许任何人寻衅滋事，就算你是傅冰，也不例外。陈元启，擂台上我会亲手取你的狗命。这句话，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好狂的废物，有女人撑腰了不起，一会儿台上可别跪着求饶。师姐，感谢师姐为我解围。不必，咱们两清了。我叫你别来，你为什么还要来啊？你该不会真的觉得自己能打赢傅冰吧？师姐，我母亲的魂魄还在他们手里，我必须得来。罢了，你找死，我管不着。比武大会初赛测灵石第一场，寒冰仙子江雨梦对莆田薛门薛成。初赛阶段以灵力强度作为获胜条件，双方将灵力注入测灵石，直至另一方灵力不济，便可晋级。这气息是天书记载的魔功，这个薛成修炼魔道，不好，江世界有危险。这是魔教功力。我已竭尽全力，狼狈成这个模样，为什么还是会输？师姐，为何短短几日，你的功力突飞猛进至此？陈元启扰乱大比秩序，蓄意杀人，你该当何罪？此人乃魔修之辈，居心叵测。我杀他，并非扰乱秩序。你说魔修便是魔修，我天元学宫岂是你的一言堂？我先是残害同门，破坏大比秩序，后又冲撞门主大人，这人疯了吧？诸位，魔修的灵力有阴邪的气息，破开测灵石，一看便知。难道他想称爆测灵石？测灵石乃天地灵物，岂是说爆就爆？什么？测灵石居然真被撑爆了！上次测灵石被撑爆已是100年前的事，此子潜力，恐怖如斯啊！是啊。长老，薛成刚才打入的气息，不是魔修，又是什么？确有阴邪之气。我宣布，江雨梦获胜。
谁？是我，胭脂。你怎么来了？我不想看到你。元气哥哥，你的伤还疼吗？我不劳你关心，给我出去！我知道你现在一定觉得我很淫贱，可是你想过没有？我是贱奴出身，好不容易考上，可是在宗门里无依无靠，你让我一个女子能怎么办？所以你就在那肮脏的马棚里，对着傅青云谄媚献身了？那都是他逼我的。谁逼你了？万绝崖上取我性命，飞云村中带路灭门，莫非这些都是有人逼你的吗？我没想到他真的敢这么做。闭口！元气哥哥，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我心里是有你的，你就原谅我这次吧。只要你能原谅我，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可以用我自己向你赔罪。
的钱袋子，你敢发毒誓说这东西不是你的吗？萧胭脂，你敢发毒誓，不是你昨晚先勾引我的吗？我当然敢。如果昨晚是我自甘下贱勾引你，我不得好死。陈元启，其实你与薛成同为魔修，实力增加迅速。只不过薛成走火入魔，你怕事情败了，便出此计杀他灭口。哦，我知道了，测灵石里也有你的灵力，那么多邪气，谁知道是你的还是他的？我陈元启的修为，没有半分见不得人。练了魔功还不敢承认，无耻废物！原来陈元启是练了魔功，这已经各位，陈元启修炼的并非魔功，我可以作证。昨日他给我疗伤时，灵力浩然清澈，绝无半点邪意。倒是你，傅青云，你和你的兄长傅冰，仗着傅家势力，欺凌陈元启一家。江雨梦，你不要血口喷人。傅青云，你霸占人妻，你兄残杀人母，此等禽兽行径，配做世家子弟吗？你胡说！我没有胡说。那日我在场，我亲眼所见。你就是那天出手救陈元启的蒙面女人。是他，就是这个畜生干的！这个畜生，无耻败类啊！傅冰，你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你的对手是我。想杀人灭口，找错人了。你污蔑我傅家仙人在前，我不奋出手有何不可？有本事，擂台此将。好啊，打就打，我来。傅冰，我母亲的魂魄何在？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傅冰，来战！这奇袭，陈元启的修为竟毫不逊色于傅冰，这怎么可能？天元玄功，破云剑气。破云诀，那可是咱们宗门内最耗灵气的法诀，他的灵气怎么会如此充沛？他面对的可是化气手傅冰啊！万气归宗！烽火长鸣！大哥，把我母亲的魂魄交出来！贼子，休得猖狂！就凭你们几个，还想阻拦我？交出我母亲的！残害同门，罪无可恕。是他害我娘在先，我杀他又何妨？诸位长老对一个晚辈下手，不怕贻笑天下吗？他杀我族兄，今日必死！于梦闪开！陈
陈元启残害同门，理当偿命。你再不闪开，便与他同罪。师姐，你快走，我不想连累你。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今日这头，我还就为他出定了。师姐，各位，不妨看看我手里是什么，再决定要不要和我交手。这是广寒江家的护身宝玉，顶级世家的至尊宝物，你为何会有？广寒天江水，横绝一宗门。广寒江氏，江雨梦在此。江小姐，广寒世家虽是顶级世家，强龙不压地头蛇，长安地界你也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废物交恶于我傅家吧？交恶又何妨？我乃广寒江氏嫡女，今日谁要杀害陈元启，就是与我广寒江氏为敌。什么嫡女？真是没有想到，我天元学宫竟有广寒江氏子弟在此学习，真是蓬荜生辉呀！元启啊，你怎么不早说你与广寒江氏有关系？我宣布，此次比武大会，陈元启为魁首，从此他便是我的亲传弟子。傅青云，我娘的魂魄在兽神林哪里？哼，兽神林绵延千里，我哪知道，自己去找。你，魂魄献祭之法是灵犬一族秘术，我知道灵犬一族在兽神林的地方。师姐，感谢师姐。兽神林危险重重，你不必陪我去。你怎么就知道兽神林没有我要的东西？元启，没想到你如今飞上枝头，我一定要让你回到我身边。你放开我！有这么多灵犬族血肉精华，我定能大功告成。吸取我们的血肉，增强你的修为，你就不怕遭报应吗？报应？我来教教你什么是报应吧。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about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it. I'm chasing a dream that I've had for several ages.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可惜了，本来还想教你逆仙上神诀第二。我身为灵犬王族，却不愿意习武。
坏人来了，我都保护不了爷爷，保护不了族人。丫头，不怪你，你爹娘好勇斗狠，死于比武，你岂无从意？情有可原，快逃！快逃！傅家在抓我们的族人，要吸取咱们一族灵气充沛的精血。老人家，你们的族人被劫到哪里去了？东面30里，枫叶魔尊之地。爷爷，爷爷，对不起，都是我没有，我应该听爷爷的话，学武不学艺，只要坏人来了，我就能杀了他们。是我害死了爷爷。小秋，小秋，你不必自责，你没错的，学医也没有错，错的是那些坏人。小秋，匹夫无罪，那些坏人作恶，哪需要什么理由？你学医是为了救死扶伤，我习武是为了惩奸除恶，这仇我替你报。真的吗，元气哥哥？我们快走，去晚了。非但灵犬族人，连你娘的魂魄也保不住。魔尊降世，世间必然大祸临头。魔尊？对，我猜他们是想以你娘的魂魄，结合灵犬族宝血，1万灵血气，打开100年前4大族长用命凝结成的封印。什么？小秋，小秋，我们该走了。小秋，走，走。等一下，我感受到江家先祖残存的灵力，那里应该就是封印魔尊之地。4大家族封印魔尊，广寒江家、江南叶家、东海杨家、长安傅家，100年前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用性命为代价封印魔尊。当年4大家族的首代族长，都是拯救苍生的英雄豪杰。傅家后人为何变得如此不堪下贱？他们为何要复活魔尊？这100年来，4大世家明争暗斗，力量各有削弱。傅家这一代家主自创了控魂之法，我想，他就是想将魔尊之力纳为己用。我们得赶紧阻止他们。不对，这里有毒。师姐，梦姐姐，师姐，你陈元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这齐藤毒滋味如何？你，傅青云，是你！江小姐，你中的是合欢针，今夜风月无边，还望你多多指教啊！齐藤毒，合欢针。你是魔尊麾下的妖魔，是无病。没想到近100年过去，还有人记得老夫的威名。呸！什么威名？你这种小人，早就应该死10万8千回。没想到苟活之劫，原来是傅家藏污纳垢收留了你。这就叫藏污纳垢，我们还可以更脏。合欢针滋味如何？等我把陈元启杀了，我就来陪2位姑娘一起洞房花烛。你敢！傅青云，快去吸魂，耽误了教主的事儿，后果你承担不起。你，灵犬丹
杀了我多少族人？灵犬一族浑身都是宝，尤其这灵犬丹，更能提供巨量灵力。这是万魂献祭珠，你们竟然杀了数以10万计的生灵夺魂！我娘的元神是不是也在这里？答对了，你娘还是至纯善魂，百年不遇，可好用了。你们杀这么多生灵，只为重塑一个已死的魔尊，简直丧心病狂！魔尊神功盖世，当年不过是虎落平阳，只待今朝破茧重生。待我杀了你们这些弱者，凑足10万血魂，定可解开封印，神威重临。神女，哎呀，你别睡了，别睡了，出事了！哪次不出事？别来吵我睡美容觉。神女，你知不知道独孤斩天啊？他还行吧，晚我500年。听说后来成气候了。怎么惹上魔头了？别想让我帮你。哪还用得着他呀？他手下一个用毒的就给我难倒了，我跟他交过手了。他问我练的什么三脚猫功夫，还敢叫逆仙上神诀，恬不知耻。三脚猫功夫，找死！小子，你听好，逆仙5诀第3式，万毒朝宗。练成后，你不仅能辨识天下要理，百毒不侵，还能反弹施毒者对你下的毒。怎么可能？这毒怎么都到我身上了？傅青云，快献祭此珠，提前唤醒教主！住手！
陈元启，你果然今非昔比，但那又怎样？太迟了，等教主醒来，你必死无疑。娘，娘，娘！娘！娘！娘，抓紧我！姐，快跑！娘，我不跑，我们一起回家，我们一起回家。孩子，以后一个人，天冷了记得添衣服，好好活着，照顾好自己。娘，娘，你抓紧我！孩儿求你了，娘，你跟我回家！孩儿求你了，抓紧我！娘！元启哥哥，阔别百年，沧桑人间，本座回来了。魔教教主，独孤斩天。你是唤醒本座的人吗？是的，教主，晚辈傅青云。本座为何苍老了这么多，并非以全盛的状态复活？教主，此事皆因陈元启那贼子，是他杀了史无病长老，让他的10万血魂少了几个。我等虽奋力阻止，却也未能完全挽回局势，不得已才提前唤醒教主。杂碎！杀母之仇，不共戴天！管你什么魔教至尊，今日我是要杀你报仇！呀！元启哥哥，神女，你是什么人？通天神女。你是很强，但不过是个灵体，什么都做不了。但也足够让你什么也做不了。快走，拦不住太久，命在才有机会。天道圣人境界，有意思，好对手。教主，那贼子人呢？所有教众听令，本教陈元启，你出来！你缩头乌龟就知道躲！你这个废物就应该像你那个娘一样，死无葬身之地！你在干什么？傅青云，你之前给我所有的屈辱，
今日我要让你百倍奉还！陈元启，你敢动我，傅家、我家都不会放过你的。举头三尺有神明，你个人渣！我替天行道，怕什么傅家魔教？今日我必杀你！拿命来！元启，元启哥哥，没事吧？不好，是四大长老。难道是传闻中的紫白金星四大长老？他们怎么复活了？丁氏独孤战天复活了他们。我们快走。云梦姐姐，照顾好元启哥哥，我来引开他们。不可！元启哥哥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兽神令地形我最熟悉，他们抓不住我的，放心。万万不可！小秋，小秋，快走！走！在那边，走。少主救我！我是傅家弟子，只要你肯救我，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包括家族的资源、秘籍，什么都可以。傅家杂碎，你们唤醒本座，却小看了本座的神识魔眼。你身上怀着控魂之术，是妄想要控制本座吗？不敢，不敢！我可以交出秘法。你有称霸天下之志，我傅家乃是四大世家之一，人脉广布，资源丰厚。我还可以把我爹都交出来。难道本座看不出来？你是被孤身派到此地，乃是傅家不被重视的孩子吗？教主，当年秦国至此也不受宠，商人都能奇货可居。你现在苍老不负全盛，留着我有用，有大用。我可以做您的狗。你倒是不笨，可惜养狗，本座不喜欢太聪明的。师姐，师姐，你没事吧？我没事。师姐，哎，师姐，你怎么了？你干嘛？你杀人毒性已除，但我体内的合欢针并非毒素，你的圣功除不掉的。什么？这……师姐，你干脆把我杀了吧，保全你的名节。你喜欢我吗？喜欢。师姐，你什么也别说。让我一场青春最
他出身差异太大，如今发生这种事，又岂可不给个交代？师姐，你放心吧，我会对你负责的。以后，你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会答应的。好啊，那你自尽吧。啊？好。等我帮我母亲报了仇，我马上就把命给你。不行，现在就自尽。好。那师姐，你要帮我杀了独孤斩天，为我母亲报仇。哎呀，这逗你玩的！我要想你死，你昨天就死了。你不让我死，那你是什么意思？你是木头是不是？这要我说那么明白？师姐，师姐啊？雨梦，雨梦，你当真看得起我这个穷小子吗？穷怎么了？我江家有的是钱。你在比武场上救了我之后，一路同行，我发现你挺不一样的。什么？我哪有什么不一样的？你从不向命运低头，在你身上看到的是我自己。我江家只有我一个女儿，所有长老都反对女子继位，认为女子只能相夫教子，亦或者成为联姻的工具。所以，我拼命修炼，偷偷调查魔教，就是为了立下奇功，斩尽天下一切不公。一是为了心中心结，也是为了天下女子。元气。
小子，你练的什么武功？逆仙上神诀，并非世家功法，就算是再高强，也没有靠山。你出身贫寒，我江家乃是100年世家，怎么会接纳一个身份低微、根基浅薄的人入赘？父亲，缘起他今天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你，许梦，求父亲放过他。好，小子，我给你一次机会，1年内，于梦必定联姻。你若能成为所有人公认的巅峰强者，便可来江家找我。什么联姻？我怎么不知道？家族安排，你没得选。江叔叔，1年之内，我必上广寒江家。走。缘起，缘起，许梦，缘起，许梦，小子，我在上京等你。好疼啊！哟，没死呢。神女，我应该怎么办啊？为什么硬撑到他爹走为止？我可以说，我也可以死，但我不想让人瞧不起我，尤其是我在乎的女人。我挺欣赏你这股不要脸还死撑的劲儿。你干什么呀？你凭什么打我呀？小子，我打通了你的耳朵，你朝西方听听，有何玄机？兽神林深处，难道还有神兵利器存在？此处靠近阪泉，1000年前，人仙2界与兽神一族曾在此有一场旷世大战。我感觉到有一柄旷世神兵潜伏在此，即将觉醒。什么？这个地方有茶馆，倒是稀奇。正好，找个地方歇歇脚，顺便探探情报。有人吗？老板。客官，要喝点什么？哦，清茶便可。客官好眼力，奴家的清茶是这附近最好的。那辛苦你了。老板娘，老板娘，过来一下。客官要喝点什么？把你们店里最好的酒和最好的吃食都给大爷上一份。你干什么？哎，怎么了？老子们照顾你生意，摸一下都不行。嗯，过来！住手！小子，趁大爷心情好，你赶紧滚，否则休管爷爷杀人不眨眼。怎么着，穷酸小子，魔教的事儿你也敢管？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去，把他给我摁住了！来吧，小妖精！放开我！青罗，多谢公子救命之恩。哦，无妨。
老板娘，在森林里开茶馆，怎么就你一个人？妾本妖族，在这兽神林中开一间茶馆维持生计，没想到。本以为只能钓到那几个魔教喽啰，没想到钓了个大的。你中了我的魔毒还能醒来，修为不低啊！你是魔教中人，魔教中的手段还是这么下作？我呸！我乃兽神族圣女恋书妹的婢女青罗。当年独孤斩天觊觎兽神族，是圣女虚与委蛇，忍辱做了魔教圣女，才保全我兽神族。我刚才杀了那几个魔教的人，也算是救了你，你为何还要对我下毒手啊？因为独孤斩天教圣女的功法有缺陷，每隔10年，圣女便会力量空虚。我需寻找合适的修士，攫取他们的灵丹，供圣女吸取，恢复修为。公子，多罪了，下辈子青罗报答你。公子别杀我，别杀我！方才你要杀我的时候，你可没有半分犹豫啊！公子饶命！我的家人都在烈书妹手里，不得不走。若公子放过我，我可以带公子取宝。此处有件神兵利器。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骗我？若公子不信，我可以发誓，若我所言有半分虚假，永世不得好死。
剑拳，现在又要练水之剑拳，这水火相克，这我怎么练？还请神女指点迷津。笨蛋，水火就一定相克吗？不然呢？水能将火扑灭，火亦能将水烧干。水火不容只是常理。你再想想，有什么办法水火能够共济？水火共济？我在家做饭烧水的时候，水能得到火的加持，然后变成滚烫的开水。我懂了，只要以自身的灵力为铁锅隔绝水火，这样子水就能得到火的加持，火就不会被扑灭。多谢神女。有点悟性。他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修炼2种相克的剑法，这乃
难道就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金克木，正如斧子能劈柴，斧子的柄亦是木，有助于斧。水火相克，未必不能相生。我全明白了。他怎么会有源源不断的真气供他修炼？太可怕了！若他真能在1个时辰内练成天命剑诀，降服蚩尤剑，那就有意思了。蚩尤剑吟，1000年了，神剑终于再遇明哲。公子，快拔剑！恭喜公子练成了蚩尤剑诀，日后定大有所为。我愿为奴为婢，任凭公子差遣。怎么回事？为何我的真气变得如此滚烫？杂念丛生，不能自控。当然是我催你拔剑，让你走火入魔了。你此刻功力无法运用，我刚好吸干了你，蚩尤剑就是我的了。这是独孤斩天的剥虚魔功，这不是一个小婢女就能会的。你到底是谁？怎么了？不喜欢我这个小婢女、小女奴吗？记住了，鸢尾魔焰，兽神圣女，我叫列淑妹。吸干你的功力，蚩尤剑就是我的了。你干嘛？神女，我现在怎么浑身无力啊？你不行啊！这种时候，身为男儿，怎能无力？我天赐的大礼啊！你赶紧起来，起来！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袖手旁观的话，我马上就要被炸成人干了。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他都白给了，你就好好享受啊！我享受什么呀？那我的灵力怎么办？哎，灵力，白嫖可耻啊！你总得给点聘礼吧？哎呀，你别再闹了，快想想办法，怎么回事啊？没怎么回事，就是其实这个功法本就没有第5式，但创功之人为力求完美，凭空想象创造。你硬练，当然走火入魔了。那你还让我练？创功之人何许人也？就算凭空想象，也问题不大。只不过呢，他没有料到练成之后会功力燥热，他解不了，不代表我不能解啊。你能解？怎么解？你快说啊！本来没得解，
但如果此刻有一位修炼至阴功法的女子送上门来，这不就解了？运转西仙大法，好好把握命运的馈赠。我为什么动不了了？你做了什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今天我让你见识一下逆仙上神诀西仙大法。你干什么？你放开！等我把你吸干之后，我就放开你。你干什么？心上一眼，次次为他而往返流连。你干什么？怎么回事？西游剑为何在控制我的意识？这剑有脾气，打算帮助自己被欺负的主人一下。你干什么？烈叔妹去哪儿了？终于找到你了，陈元启。小秋，小秋似乎中了邪术，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怎么回事？怎么浑身无力？神女，我现在刚出龙潭，又入虎穴，我该怎么办啊？来，本座教你一门召唤术。召唤术？难不成？神女姐姐，你不会是要跟我一起出去大杀四方了吧？你要亲自出场了？哎，那你跟我一起出去，你跟我一块出去跟他们打。差不多吧。你跟我念：神会意义，剑鸣天际，天命剑灵，破虚而来。快念！神会意义，剑鸣天际，天命剑灵，破虚而来。神女，看你的了。神女，你那身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我到底是谁！烈叔妹，你！圣女饶命啊！我们也是魔教的。行啊，你们杀了陈元启，我就不取你们性命。啊！神女，你快出来救我呀！没人能来救你。杀！圣女大人，我们定会保守秘密的，你别杀我们，我们可以发心魔大事。我也不想取你们性命，可是我的身体不受控制。闪开！野叔妹，就是这样，杀光他们！给我闭嘴！哼！
你要干嘛？你哎！神女，你救救我！你去哪儿了？栗树没有杀我。小子，别紧张，去摸摸他的头。你疯了！我还不想死。不相信我，那下次出事别找我。啊！你别！我怕我这次摸了头以后再也活不了了。你怕什么？虽然现在他练成了梦寐以求的神功，但也被神剑反制，成为你的剑灵。也就是说，弟弟你现在就是他的主人。当真？啊！是我错了。真有效。陈元启，你给我蹲下！别让我找到机会！你，否则我定会把你凌迟处死。好，凌迟的事以后再说。你先学一声猫叫给我听。你找死！真这么管用啊？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更过分的事？陈元启，你若是敢动我一下，我定会让你付出代价。族人的。元启哥哥，有你在真好。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天元学宫，说不定还有独孤斩天的线索。神剑在手，我们不妨走一走。好。小秋，我先进去，你在这里等我。若我1个时辰之后还没有出来，你立刻离开这里。我就在这里等你，我哪儿都不去。元启哥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孤身犯险，就怕有人一去不回，到时候别求我来救你。门主，傅不凡和傅青云等人，在兽神林内屠杀灵犬一族，还与魔教勾结，此等行径，无疑是在玷污我们天元学宫100年的声誉，还请门主给个说法。没想到竟有此事，缘起，你觉得该如何处置？缘起认为，应该将傅家所行之事昭告于天下，并且彻查门内所有傅家子弟是否与魔教勾结。混账！我身为天元学宫长老，也是出自傅家，傅家名声岂容你玷污？门主大人，此人若是不除，长安傅家颜面何存？缘起，你看这……你们傅家所行的肮脏之事，还怕天下人知道吗？你黄口小儿，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缘起，不要伤了和气。缘起，我这儿有个人，正想让你见见。来人，带进来。娘，你怎么在这儿？娘，门主，我娘为什么会这样？你应该问你娘，为何被摄魂献祭给独孤斩天还能活着？门主，你是怎么知道我娘的魂魄献祭给独孤斩天了？我还知道，有人将你娘的魂魄未被消化的部分，结合灵犬族的血肉制成了灵犬丹，才救回你娘一命。灵犬丹，灵犬一族浑身是宝，血肉可做灵药，可以助力修为，治疗重伤。可灵犬一族一向与我们人族交好，哪有永久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独孤斩天大人，他很欣赏你，只要你拎得清，你可以立即接你娘走。门主，你刚刚说什么？你称呼独孤斩天为大人，你勾结了魔教？什么勾结这么难听？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100年前4大世家最强家主全部战死，才封印了独孤教主。如今教主重临人世，4大世家后人远不及从前，这从龙之功，我可不想错过。你说的没错，那独孤斩天大人现在在哪儿呢？教主正在闭关。缘起，只要你愿意为我们效力，我可以立即让你摆脱寒门贱籍，成为世家弟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上酒。来，饮了此杯，今后我们便是同僚。门主，酒倒是好酒，但对我陈元启而言，母亲不是能够拿来谈判的筹码。你母亲现在可是缺了一魂一魄，只要你点头，他日教主称霸天下，便能够治好你母亲，如何？那灵犬族呢？他们的下场又会如何？不该问的别问，不过是一些灵兽而已，死了便死了。
那如果我不答应呢？我很有诚意，也很不想失望。好，门主，你的话我听明白了。这第一杯酒，我要敬给我娘。没能保护好她，是我无能。但我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绝不能让我娘失望。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死去的灵犬族人，还有被傅家、魔教所杀的无辜之人。我陈元启分得清善恶是非，将来有一天，我势必要为他们报仇雪恨。这第三杯，我要敬神明，敬举头三尺的神明。唐天元，你给我听好了，这世间人族哪有什么贫贵之分？就算是有，我也要用我这手中的剑，杀出一个人人平等、又穷人立足的地方。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和你天元学宫势不两立。娘，孩儿带你回家。给我杀，废了他！陈元启，你到底愿不愿意为教主效力？我陈元启誓死不从。那我就成全你。哟，真是狼狈。李淑梅，多谢你。不是我想救你，是蚩尤剑不想让你死。但是，我看这群杂种更加的不是你。好，李淑梅，我们一起杀出去。上！情缘，水到红尘里，心间刹那飞花。惊鸿飘零，所有儿上寻剑角。昼夜繁琐，灯火阑珊，明月下，今生进退于凡尘，为他。等等，元启。你母亲如今魂魄残缺，浑浑噩噩，你难道不想救你母亲吗？怎么救？谁死还不一定呢，兵不厌诈。你在吸我的功力？兵不厌诈，跟你学的。你放过我。我错了，我知道广寒将士有一至宝，清魄玉能修补魂魄。你饶我一命，我愿意为你效力，帮你得到此宝。主公，求你。听上去是个不错的建议，我好像很难拒绝。睿智啊，元启，不，主公，那你快把剑放下。可惜了，与你这正道蛀虫同流合污。我怕我娘嫌我脏。你什么意思啊？意思是，
形魄与我会去，今日你必死！元气哥哥，元气哥哥，你别吓我！你醒醒，元气哥哥，元气哥哥，你醒醒，元气哥哥！他魂魄濒临破碎，已是必死，不如让我夺舍了他，还能保他肉身不灭。不可以！你让开！你不过是为了救你的族人，我夺舍了他，一样可以帮你去救。但你不是他，你，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聒噪！你是谁？本座乃通天神女，天道圣人强者。你若真是强者，又何必龟缩在这儿？你这女娃娃还真是不懂得尊老啊！你可以杀了陈元启，但他还没有死透。你贸然夺舍，就不怕像当初一样再被他反制一次？那我就让他死透。那你就让他死啊！算了，我再等等。神女姐姐，我求求你了，你救救元气哥哥吧！看淡点儿，死就死吧。神女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发发慈悲，救救我的元气哥哥吧！你不是通天神女吗？怎么连个救人的法子都没有？你怕不是冒充呢？嘿，你这女娃娃，谁还没个救人的法子？你听好，北冥冰川有人可以救他，他那老东西跟我是死仇，想让他救我的传人，还不如杀了他。我是断然不可能去求他的。谢谢神女姐姐。深深的沉睡心成熟，泪光里，我问花你回我。丫头，你是妖？这北冥冰川乃仙家宝地，这狂风冰寒对你来说是致命的。那通天神女都说了，北冥之主是不会救她的，你又何必做这无用功？我不会扔下元气哥哥的。傻子！谢谢你。救救元气哥哥！求灵宝天尊赐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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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元气哥哥！元气哥哥，好了，怎么这么疼？元气哥哥，你放心，小九不会让你死的。
依照规矩，若他能够渡劫成功，便可获得我北冥冰川的传承大法——9天应元雷法。可若他渡劫失败，就会形神俱散，永不超生。怎么可能？这可是9天雷劫呀！肉体凡夫怎能扛得住？犬族至高心法，身心相待。你这丫头居然在替陈元启扛天雷！就算你心法精深奥妙，也绝对扛不过3道天雷。这里有10几道天雷。白小秋，你这是何苦呢？因为只有元启哥哥会为了我拼命，只有元启哥哥会为了我冲上天元学宫找我的族人。我的命早就是元启哥哥的。我们灵犬族虽然不聪明，但是我们有恩必偿，有仇必报。你别自作多情了。陈元启当初是因为有通天神女护体，才敢为你出头。他若是知道必死，未必会去闯天元学宫。言之有理。古往今来，能舍生取义者，又有几人？人呐，都是自私的。小秋，你快停下！陈元启，本尊劝你三思。若他现在停止运功，你立刻就会被雷劫劈死。你看到了吗？生死面前，他陈元启也是一样自私。你竟敢自锁经脉，中断跟他的功法连接，
你这是自寻死路。苏死穴上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云起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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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秋，你要好好活下去。云起哥哥，不要，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成了，小子，你练成了。灵宝，没想到吧？这就是天意。你引以为傲的神功，让我徒儿学走了。果然是你呀，通天。这是怎么回事？这雷劫，唯有舍身为人之心，方能渡得过。陈元启，通天收了你这么个好徒弟，也算是他的大造化呀。行了，诸位，多多保重。元启哥哥，你没事了，真是太好了。小秋，这一路真是苦了你了。不辛苦，只要元启哥哥没事就好。两个傻子。你虽练成9天应元雷法，但想救你娘就得去江家。他们江家底蕴深不可测，我劝你还是小心点儿。救着我娘的希望就在那儿，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他一闯。晚辈陈元启前来求见江家家主，有要事相求，劳烦禀报。看这衣着姓氏，不过是个区区无名小卒罢了，既无引荐，又无拜礼，就这还敢拜我江家的山门？快滚！江家不愧是4大家族之首，果然与众不同。啊？怎么说？就连看门的狗，都比别人家要猖狂。找死！陈元启，你这是为何？晚辈陈元启拜见江叔叔。今日前来多有冒犯，还望见谅。晚辈前来是有一事相求，想要借你们江家的擒魄玉一用。还算你有些礼数。不过，你要借我们江家的擒魄玉，所谓何事？家母被独孤斩天所伤，魂魄受损。听闻江家的擒魄玉可以治疗，特此来求。你竟敢如此挑衅我江家权威！若不严惩，此后怕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进来。废其修为，终身囚禁在广寒地牢，以儆效尤。元启哥哥，小心！无妨。烦请诸位长老赐教。若今日你们能够挡得住我一剑，我陈元启从此以后再不碰剑。黄口小儿，竟敢口出狂言！你以为？
你可敢呐！父亲，上次秘境认可外星人已经是100年前了，你这分明是有意为难元气。为难他又如何？若连这点魄力都没有，便趁早滚回去，别在这里丢人现眼。这次清波玉便是你的比武招亲，夺魁者便可取走羽梦。若是我江家弟子胜出，便可成为继承人。好，江叔叔，既然如此，那晚辈就斗胆闯一闯。罢了，雨梦，我们准许你参加这次秘境试炼。多谢父亲。各位，这殿堂秘境乃我江家先祖所开辟，极为特殊，链接着一个异世界。什么？异世界？不错，在这秘境当中，能感受到来自诸多异世界的古诗经文，触碰问灵石就能显现出来，念出诗文便可获得灵力。难怪江家屹立4大世家之首，有这等秘境，何愁子弟不出类拔萃？问灵石会浮现出诗文的契合度，越是契合度高的诗文，光芒越是艳丽，情魄玉奖励的灵力越是丰厚。若是修为不够，强行念诗，则会经脉尽断，暴毙而亡。快看，传说中的金色光芒出现了！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居然是一首完整的诗，精品诗文，这也太厉害了！白毛绿水，红掌清波，一个浮，一个波，生动形象，用字高妙，好一首咏鹅。人家一开口便是精品诗文，你陈元启能干什么？只会干瞪眼。
元启哥哥，他们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你才是最厉害的。看到没，陈元启，这可是精品诗文，我就不信你能念出比咏鹅更精妙绝伦的咏物之诗。你的修为根本配不上雨梦。你这井底之蛙，目光短浅，你不行，不代表我吟不出更好的。那你倒是念啊，半天了憋不出一个字。我能够看到来自异世界的好诗太多了，我念都念不完。听着，世间飞禽走兽，以龙凤龟麟为尊。那么今日，我便念一首吟咏神兽感怀自身之诗，让你好好开开眼。大言不惭，你这等肉眼凡胎，若是能看到那等好诗，我江小鱼立刻给你当牛做马，立刻给你3跪9叩。好啊，那你马上就可以跪下。真是口出狂言。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切勿遇人，元启哥哥，你也太厉害了，还剩他们。同样是吟诵动物的诗，但是这首诗切勿遇人，苍凉雄浑，是不比他们的咏鹅高出了不知道多少倍。陈元启，你休要猖狂！叶家天骄，叶玉郎。这一些刺探情报的功劳在这里炫耀，如今还带来个赘婿，在这里耀武扬威。若今天不给你点教训，你怕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吧？你。
说了，我宣布，此次秦破玉比试，雨梦夺魁。父亲，我和缘起同心共进退，我赢了，秦破玉可以给他吗？还不够。要想使用秦破玉，必须是万人之上，世家魁首。你只是我们江家的赘婿，还不够资格。江叔叔，那您是什么意思？很简单，15日后，七脉夺魁大赛，你去参赛，夺得魁首，成为正道盟主，号令天下，你就有资格使用秦破玉。简直荒唐！七脉夺魁岂是一般大比？各大世家家主都会参加。我看你是想借陈元启之手壮大你江家吧，或者让他死在那儿。那又如何？魔尊独孤斩天已经复活，我必须保证江家度过这浩劫。父亲，七脉夺魁，4大世家家主都会去参加，生死难料。当年您去参加，也只是险胜，若缘起去，岂非九死一生？他现已获得秘境的加持，修为已经有70级了，未必会死。何况路已经告诉他怎么走，就看他自己的选择。天下哪一件事情是容易的？只要夺得魁首，那母亲就有救了。且独孤斩天已经复活，若成为正道魁首，那我便可号令天下群雄，对抗独孤斩天。好，我答应你。几日后便是七脉夺魁大比，你必须要在10倍重力下特训。那有何惧？再来10倍。云溪哥哥，会不会练得太过了？我帮你擦擦汗，太辛苦了。小秋，你要杀人啊？是你要我陪你练功的，我若失手杀了你，可别怪我多事。神女姐姐，你有没有发现，自北冥冰川之后，烈姐姐好像对缘起哥哥没有那么敌视了？虽然嘴上说着要杀了缘起哥哥夺舍，但是招招都留手，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跟你一样开始欣赏这小子了呗？神女姐姐，你瞎说什么呢？不理你了。叶丫头，尊老爱幼，你懂不懂？刀剑无眼，怕伤着就躲远点。你输了。
发现你。走啦。七脉夺魁，正式开始。世间瘟疫横行，修士每年需产出许多丹药救治世人。七脉夺魁第一考，一考炼百草。8位道友，你们每位道友身前各有一百草坛，一5行炉鼎，将元灵草放入炉鼎，输入灵力，让丹药成型。谁炼出的丹药多且好，前4名可参加下一轮的5考。这就太不自量力了啊！扛得住这毒啊！是啊，不该碰这呀。这些百草坛里的元灵草、断魂草。对了，最毒的草炼最好的药，药奴在采摘时都只敢连土一起挖来，不敢触碰分毫。真不懂这些什么都不知道的寒门子弟来考什么呀？是吧？啊，对呀，真是可笑。这区区小伙根本就炼不成丹呀，除非修士有多种属性法术，不然这丹用这小伙怎么炼啊？这也太难了吧！是，我好不容易寒窗苦修数10载，背井离乡，终于爬上这108阶天梯，马上就要功成名就了，需要被毒死在这儿。家乡的父老还在等着我，我对不起你们啊！我对不起你们！我来救你。这些寒门弟子，也不知整天做了什么，逾越龙门的美梦呢？啊！多谢恩公，恩公为何救我？不必如此，你我皆是寒门，这些世家子弟，皆是你我为牛马，我们自当互相照应。别死在这儿，你的乡亲们还在等你回家。元喜哥哥会不会有危险啊？我好担心他，他要是有危险怎么办啊？他不会有事的。哟，另外一个寒门也开始炼药，我猜他不久就要倒了。他怕不是第一次见这断肠草了。哎，我们家主练出来了！好，我们家主也练出一个。他居然拥有3种5行属性，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3花聚顶？这不可能，这可是世家大族都不一定能出现的万中无一的天赋啊！这比试他肯定用了什么邪魔外道啊！这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下等寒门居然出了这等人物，陈元启不简单呐！没想到。你有点本事吗？我的本事还多着呢。哼，那你就做我儿子吧。是你脑子坏了，还是我听错了呀？老夫脑子没病，你也没有听错。我很欣赏你，可惜我膝下没有女儿，不然一定许给你。哼，我不会认贼作父的。我在最后问你一遍，要不要加入我傅家？
我也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做梦也罢，小子，你今天必死！哼！家主炼制这丹药，居然有夺天地造化之能，竟吸引来了天劫。可惜呀，虽然没有成功炼制出这第6颗丹药，但古往今来，试问谁又能做到这一步呢？你们看，这天雷怎么还没消失啊？我们家主已经炼制失败了，怎么还有人能引发天雷？是他，陈元启，是穿越来的呀！面对天雷无所畏惧，陈元启难道要以肉身硬扛这雷劫吗？元启哥哥，太危险了，不要硬撑！硬扛再有天雷，你疯了吗？陈元启，快躲开啊！这可比9天紫雷还要可怕！不，我必须要扛住！元启哥哥，居然练成了，太给他们弟子长脸了，太厉害了！练成了，我终于练成了。他竟然也是五行之体。江世林，难道你要为这个穷小子与我作对吗？父兄，这是哪里的话？他可不是外人，他是我小女的意中人，我江家未来的东床快婿。既然如此，我宣布，依靠魁首是陈元启。元启哥哥，你是最好的！且慢，凭什么？他陈元启
有何资格做这依靠魁首？胭脂，你还活着？是，我还活着。你很失望吗？毕竟你坏事做尽，对我始乱终弃。我对你始乱终弃，简直荒唐。你的父亲云呢？你还有脸提傅公子？诸位，他陈元启本是我的未婚夫，我凭自己的努力考上天元学宫，可他这个吃软饭的男人不思进取，还勾结魔教修炼魔功，提升修为。傅青云公子想要揭发他，可是被他杀害，甚至连我也差点被他灭口。幸亏父苍天宗主心地善良，为我疗伤，还收留了我。若这陈元启当真禽兽不如，应该取消他的资格，杀之以儆效尤。对，杀了他。寒门剑怎么可能有如此修为？楚楚可怜，美若天仙，他真是禽兽不如啊！陈元启，我呸！该杀，该杀。对，诸位，我得子宫，是另有其人相助，真正和魔教勾结的人，是他和傅青云。此事，广寒江氏江雨梦小姐与我共同经历，她可以为我作证。岂容你来胡说？江雨梦，你还有脸提她？诸位，广寒江家，我得罪不起，可我萧胭脂敢对天发誓，她江雨梦早就被你陈元启骗了身子，钟情于你。你敢发誓你和江雨梦之间清清白白吗？你一介乡野村妇，勾搭诱惑了千金小姐，你以为你那些出事行径就没人知道了吗？对，你杀了！仙女，正好，你快帮我查一下，萧胭脂为何来此，受何人指使啊？我根本就无从辩驳。要我泄露天机给你，当然不行。为什么？你难道看着他颠倒黑白啊？你快点儿，快点告诉我！命是你的，关我何事？真有胆子，你直接撕走河图天书那一页给大家看啊！丢人现眼的又不是我。还不快滚！多谢神女。萧胭脂。Thank
胭脂伺候了您这么久。滚出去！你已经没用了。老爷，我求求你，老爷。老爷，滚！既然来了，躲躲藏藏的干什么？你是谁？来此作甚？傅家主好修为，吾乃灵力方士，来此贩卖增强灵力的药物。哼！但凡此类药物，必有后患。你觉得我是傻吗？如今这局势，3大世家加上个陈元启，可不好对付。您不如先看看我的货。一切交易都有代价，但我不信你不动心。来喽，最后一个菜。元启哥哥，你真厉害！这些菜都是我最拿手的。我可以偷吃一口吗？我忍好久了。味道怎么样？好香啊！元启哥哥，你真棒！哎，你回来了，我等你好久了，快坐过来，等你好久了。快坐！恭喜啊，小魁首！来尝尝我的手艺，庆祝我顺利夺得医考魁首。元启哥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后面的魁首一定可以拿下。好，等我凯旋，我就找正道中人替你找回其他族人。元启哥哥，你对我真好。哎，烈姐姐，等元启哥哥成了正道盟主，你想要什么？我可没空陪你俩做白日梦，别影响我吃饭。就你知道吃啊？啊？元启哥哥做的菜好吃吧？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哦，还有加上雨梦姐姐，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吃到老，玩到老。好啊，到那个时候，我天天做饭给你们吃。这么幸福的吗？来，你再尝尝这个。
身不由己。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那么努力，就想飞上枝头变凤凰，我有什么错？傅苍天，我服侍了你这么多次，你竟然就这么把我赶出来，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这不是你的错，是一个能让你拥有一切的人。七脉夺魁，无比开考。也不知道烈姐姐去哪儿了，我很担心她。她不是你的剑灵吗？她怎么可以离开蚩尤剑呢？我也不知。那她还会回来吗？说他真的执意要走，我也不好强留。无比第一场，神剑山庄叶璇对战寒门陈元启。元启哥哥，你怎么了？不是。元启哥哥加油，我相信你。叶璇，神剑山庄叶家家主，先天剑气叶璇。糟了，元启兄怎么能碰上他呢？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元启哥哥怎么可能会输啊？我的剑气10步一杀，我出3剑，你若不死，留你一命。哼，高门世家，口气都这么大吗？剑音，剑气纵横，万里。我的凤火长眠怎么被封印了？好凌厉的剑气！看我的天命剑诀，坤月背阴！剑道上冲剑道，下红尘。怎么可能？他竟然以血肉之躯挡住了元启哥哥的利剑神锋。寒门下品，剑势犹如猪狗。这谁？神剑山庄叶璇。这什么人？先天剑气纵横无敌，护体心身从未被破。你们家陈元启拿命去赢啊！闭嘴！这最强之矛与最强之盾，这还怎么打呀？元启兄要是输了，我们这些寒门弟子哪还有出头之日呀？哎，这赌注能退吗？瞎扯！就是。怎么回事？为何我的无限真气竟施展不出来了？你又。
多呀！当年独孤斩天，只有我家家主扛住了。我看傅家家主啊，这夺冠之路是到此为止喽。是。
须莫攻，你是独孤斩天什么人？本座乃是独孤斩天教主的使者。你快走！不，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陈云杰，如果有来生的话，我希望能早些遇见你。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那么多废话？来生的事，来生再说。今日我一定要把你带回家！你竟能强行冲破独孤斩天教主波旬魔功的禁制，有点本事。哼！傅青云，是你！没想到吧，陈元启，你又落到我手里了。今日我定要让你百倍奉还！波旬魔功，大暗黑天掌！就让你是个狗！你的真气为何吸不完？糟了，我的掌撤不开。他现在动不了，趁现在，蚩尤神剑，剑来！野叔妹，元气哥哥，元气哥哥。为什么我的真气救不了元气哥哥？这是波旬魔功，你还救不了他。你先去搜救族人，现在只有我能救他。你怎么救？你不会用金灵夺命法吧？万万不可，丽姐姐，你会寿元大损的。我说可以就可以，快去！纸上古月悄，人影思念落地起。浪上游过船塘，风灯一人入梦。蔷薇苍老的梧桐，前尘过谁的年纪？昔年谁青梅煮酒，与谁约定了三生？时光匆匆空空。你什么你？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什么态度？元气哥哥，莲姐姐，元气哥哥，小秋，怎么了？我刚刚在外面遇见一个黑衣人，修为恐怖，他把我的族人都抓走了，还将余下的灵泉丹全部拿走了。你身体还未痊愈，我们先回去，此事细细再查。
雨梦，雨梦，你来了，你出关了。我现在已经是江家的继承人了。雨梦，你真的做到了。嗯。快尝尝我的手艺吧。做了这么多菜，我饿死了。我尝尝。好吃吗？嗯，你做的比我好吃啊。那必须比你做的好吃啊！哦，对了，元气，我现在是江家的继承人了。爹爹把库房的钥匙都给我了。这100多粒大还丹，你每天当糖豆吃，吃下这个修炼，那事半功倍。这可是长老们攒了100多年的，很珍贵的。我可以尝尝吗？当然了，谢谢雨梦姐姐。你也吃。雨梦，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这些东西我不能要。再说堂堂男二，哪好意思一直拿你的东西？送你点丹药怎么了？让你收着就收着，我江家多的是。这本是我江家的广寒心法，本是不传给外人的。啊，你该不会是从家里偷出来的吧？江叔叔要是知道了，你误会了，就是我爹让我拿给你的。他还说让我无论用什么法子都把你留在我身边。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这道理他懂。他还让我今天晚上别回家睡了。这不太合适吧？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你脑子真脏啊！他让我盯着你好好修炼。修炼。是修炼啊。赶快吃饭吧。吃饭。元气说有来世。今日七脉夺魁决战，赴苍天，对阵陈渊起，夺魁者便是正道盟盟主。七脉夺魁决战，赴苍天，对阵陈渊起，夺魁者便是正道盟盟主。灵犬丹，还说不是你？屠杀灵犬一族的幕后黑手，就是你！是我怎样，你能奈我何？世家大族竟做出如此歹毒之事！弱肉强食，此乃天道。我赢了之后，自会有大儒为我辩经。人只有先活着，才有资格讲脸面。之后，所有人都会记得我是正道盟主，没有人会在意我做过什么。一将功成万骨枯，弱者只配做强者脚下的污泥，这就是天道，懂吗？蝼蚁。可蝼蚁从未被消灭过，对吗？你胡说什么？皮肤可汗树，心火必燎原。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我的命，你说了不算。去你的狗屁天道！我只信我自己的道。你隐藏了不少实力呀！彼此。我是不会输的，不会输的。怎么会这样？怎么回事？我的灵力为何在反噬？傅苍天，你身体里的灵力是来源于灵犬一族。灵犬族当然能用灵犬族人的血脉反噬。江雨梦，你家主，江雨梦来接人，我带着侍卫根本拦不住。傅苍天，你为一己私利，夺我金丹血脉，杀我族人，立下滔天罪行。我活着就是铁证。没想到这傅苍天竟如此残忍，简直就是丧尽天良啊！我们之前还以为他是正道领袖，没想到竟是个披着人皮的畜生！畜生！死畜生！你们胡说八道！我才是正道盟主，石家魁首，我才是。考核官，是不是该公布本次七脉夺魁的最终结果了？是。我宣布，七脉夺魁，最终夺魁者陈元启，就是今后5年的正道盟主。我就说是他吧。神剑叶家全力支持陈元启盟主。陈盟主，之前是我家家主，不对，是卑鄙小人傅苍天、傅青云父子，他们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们傅家，我们愿举全族之力补偿。是啊，陈盟主，你以后就是我们杨家的亲族长，我们定全力支持你。无耻，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此刻根基未稳，逼得太急，就怕他们做困兽之斗。诸位，既然你们尊我为盟主，那么今日我就要下第1道盟主令：傅家，你们将1半的家产、灵药补偿给灵犬一族。此事由神剑叶家来监管。杨家将1半家产捐出，来设立学校、驿站，让这天下寒门有机会学习。我希望他们都有机会出头。这件事情就由江家来监管，如何？感谢盟主大德，谨遵号令。
正道盟盟主已定，秦破玉竟从江家飞来至此，他是要认主了。小子，这是你应得的。没想到你竟然真的逆天改命成功了，不愧是我教出来的。既然秦破玉已经拿到手了，随我结印念咒。逆天之力，灵隐归途，阴阳逆转，魂归故土，已无之念，幻木之灵，生死轮转，重归人世。娘，元气，娘，元气，娘在时间空间说不了话，但是娘看得很清楚，你为了救娘受了很多苦，娘都知道，都知道。娘，娘，元启，我知道错了。不管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能不能让我留在你身边？胭脂，你作恶多端，还有脸来求原谅？元启哥哥，真的不可以吗？你走吧，以后不要再出现了。我给过你机会了，是你逼我的。魔教邪术血魔印，你竟敢修炼此等邪术！这一招式要算好50年的寿命。你到底封印了谁？我中毒了！傅家剧毒，傅苍天，你做了魔教的走狗！你们血口喷人！我傅家根本就没有下毒，这到底怎么回事？一切皆在我掌控之中。程元启，你确有几分实力，却也不过是我棋盘中的一颗棋子。我功力已然恢复，试问这天下，谁才是主宰？陈元启，我说过会让你后悔的，还想逆天改命？做梦！我给过你机会，我胭脂这辈子只想飞上枝头做凤凰，可傅家弃我如敝履。只有教主看到我身上的好，事成之后还要封我做魔后，这才是我胭脂该有的地位啊！你们被我一个人包围了，投降免死，否则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秋元，切莫做独孤斩天的走狗，正道的罪人呐！正道的罪人，哼！正道弃我，我宁成魔。住手！儿呀，快跑！元启，娘，娘，娘！这就是我送你的盟主贺礼，喜欢吗？元启哥哥，没事吧？啊！元启，陈元启，身体里的力量是本座的。
独孤掌天，休得猖狂！通天神女，你强行将你尚在囚禁的肉身召唤至此，功力不足一成，你绝非我的对手。凭你休想瞒过我！是又如何？我欣赏你，给你个机会，臣服于我，否则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天道镇压都不曾让姑奶奶我低头，你算什么东西？我今天过来就一件事，你欺负我通天神女的徒弟，我是来给你教训的。你是狂妄，还是找死？神女，她可是独孤斩天，她的修为近乎天下第一，不可。谁说只有一成功力就打不死人？打的就是天下第一，一介魔头也敢动我的狗。天启，记住，练我逆仙上神诀的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这一招看仔细了，因为这一招威风得很。破寻魔功，吞星神掌，混沌初开，剑擎天剑，诛。小子，你已经做得够好了。如果真的有人能做到逆天改命，姐姐相信那个人一定是你。全身心投入，会找天度。若会有来生，安得对情不负？假如前世相遇错过了一步，今生哪有邂逅的接触？为什么你选择那条后路？未曾坚持对我的守护。神女，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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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能放弃对你的追逐？未曾坚持对你的奔赴。
吾闭关在即，这段日子，你族中天才地宝滋养吾，更是拿了几个族中。
服还是死？愿死不从！独孤战天，你这个畜生！在下愿臣服魔尊独孤战天大人。不愧是世家之首，降书修的倒是挺快啊。傅少爷也不遑多让，对魔尊大人忠心耿耿，大义灭亲啊！从今以后，青云便是我教圣子，我不在时，我教便以傅青云为尊。遵命，多谢义父。谨遵魔尊之令。教主，那我呢？这些时日，我也竭力的伺候您啊。你放心，待我出关后，你便是魔后。本座这就传你吞星大法。教主，夫君，我就知道，只有你是真的对我好。我终于飞上枝头，得偿所愿。孩儿恭喜义父，恭喜义母。教主大人，已经找到陈元启的位置，就在兽神林。青云孩儿，你与姜世礼一块儿去宰了陈元启。遵命。夫君，我也想去，我想亲眼看着那个混蛋惨死。去吧。元启哥哥，别喝了，喝多了伤身体。你振作起来好不好？小秋会一直陪着你的。还给我！还给我！反正也没有希望了。你要是看不顺眼，你可以走啊！元启哥哥，你别赶我走好不好？我去给你打酒。你怎么来了？我查阅了众多的古籍，只有灵犬族的至高心法中有记载，可以献祭自己的灵丹，便有50%概率为伤者重塑经脉。但是只有您的王族血脉可以使用。献祭灵丹。我们灵犬一族天生地养，灵丹之中蕴藏无穷灵力，但这方法从古至今只有半数人成功过。您是我们族群中唯一的王族血脉了，万不可为了一个凡人献祭自己的灵丹啊！我还想陪在元启哥哥身边呢，放心吧，不会的。李淑妹，你回来了。我是在做梦吗？你去哪儿了？你为何要不辞而别？我早已可以脱离蚩尤剑，为何不走？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来看我的笑话是吗？看看你在干什么，喝酒，逃避。你逆天改命的勇气去哪儿了？逆天改命，逆天改命，我还逆什么天，改什么命啊？我娘死了，神女也死了，一切都跟当初一样。我们寒门的苦命人终究是摆布不了命的。你既然一身石都敢迎难而上，现在怎么成孬种了？你要是连和独孤斩天干到底都不敢，凭什么做蚩尤剑主？是，我不配做蚩尤剑主。聂淑妹，反正你都自由了，你还管我干什么呀？你不要再管我了。你什么意思？从此以后，我要弃剑归林，你可以走了，你彻底自由了。那天初雪登山，故人心未变。昨天湿透我的鼻尖，难回当初的遇见。我想月红一眼，在你的人间。或多希望你的满目山河，可以唯独望向我，让我一场青春醉与你唱歌。陈元启，再不出来，今日就是你所有红颜知己的死期。你再不出来，我就杀了他！元启哥哥，你不要出来！小秋，小秋，元启哥哥，傅青云，你们要找的人是我，放开他！这不是正道盟主吗？可算出来了。傅青云，你放开他，我任凭你们处置。当真？这上面撒满了能让人痛感放大100倍的痛灵粉，爬过来我就放了他。元启哥哥，不要跪！元启哥哥，不要跪！不会走是吧？来，帮帮他。你不要管我了，你快走！你别管我了，元启哥哥。寒门就该被人踩在脚下。方才答应过我，放过小球，一定放。我玩不了，我就让我所有的部下都玩一遍，然后就放了他。不要，不要，住手！元启哥哥，住手！住手！
我确认，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我就是你放过元气哥哥。你放开他！手里连剑都没有，还想跟我谈条件，天真！小秋，去把灵犬族都抓了，全杀了炼成灵犬丹。我练过，那可是宝贝。不要伤害我的族人！羽毛，羽毛，爹，你当真要和这样的人为伍吗？江雨梦，你总算出现。陈元启，你看到了吗？所有恶难都会在你放弃时对你赶尽杀绝。争，尚有一线生机；弃，就只有死路一条。羽毛，别执迷不悟陪在那个废人身边了，来，回爹身边来。他现在就算是个废人，但至少他曾为天下苍生拔剑。要我做独孤斩天的走狗，孩儿做不到。我们是走狗，他是英雄。好，那你看看你心中的大英雄是怎么眼睁睁看着你死的。羽毛，傅君云，你干什么？难道你想背叛独孤斩天大人？不如把你的功力给我！卑鄙小人！独孤斩天传你这魔功，你迟早会承受这恶果。那又如何？不要！江叔叔，羽毛，你无需这么努力地证明自己，在爹心中，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女儿。不要，爹！傅君云。尚有一线生机，弃唯有死路一条。九天阴元雷法，给我陈元启，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吞星大法！天志，还不快上！元启哥哥，小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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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启哥哥，小秋，你别笑我，请你照顾好我的族人。小秋，哥哥给你疗伤，我给你疗伤。小秋，你坚持住。为什么？为什么不管用？小秋，元启哥哥，你不要自责，你一定会成为所有苦命人的大英雄。我替你高兴。我心里有一句话，我一直没有敢告诉你，我真的很喜欢你。小秋，我的灵丹已经破损了，就让小秋为元启哥哥做最后一件事。追上古月潮，任凭思念落地起。浪上有过窗，唐风但一人入梦。
今日我要取你性命，为小丘陪葬。石有天，给我回来！不好，一起上！你的蚩尤剑已经不再认主，我看你能猖狂到几时？之前因为我的意识退让，害死了小丘。从今以后，我绝不会再后退一步。拿命来！是人说梦，一起上，宰了他！逆如草芥，天命定数，不可更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天命注定如此吗？哈哈哈哈哈！陈元启，看到了吗？你身体里的天书写的清清楚楚，本座才是这世间唯一的至尊，天命所归。哈哈哈哈哈！天下苍生都是这天书中的寥寥一笔，可若这寥寥一笔写定了苍生苦楚，我寒门永无出头之日。那这样的天书又何必要存在？要做什么？我因天书复活，天书若毁，我也活不了多久。但我就算是死，也要为天下寒门争这一线生机。给我破！独孤斩天，如今天书已毁，天下人的命运已经不被天书束缚。今日就算我死了，他日迟早会有人替我杀了你。哈哈哈哈哈！就算天书被毁，命运也无法改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女，元启，你为天下寒士、平民斩碎天书，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如今，也终于有资格继承这诛邪三剑了。原来，只有为天下众生争一线生机，才能领悟逆仙上神诀的终极杀招——诛邪三剑。诛邪第一剑，一吞山河斩红尘。胭脂，快过来！夫君，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平时我对你那么好，到了你该报答我，把你的功力都奉献给我的时候了。元启哥哥，你救救我！我真的只是被独孤斩天利用了。你救我，我要给你当牛做马！陈元启，你以为你还有机会打败我吗？诛邪第二剑，破尽万法皆一灭。不！我是魔教至尊，我不甘心！吞血魔功，隔空吸空！诛邪第三剑，我要一剑斩乾坤！
红尘路尽，天命改，万般缘法必重开。你是谁？我乃天道，与通天立下赌约，看是否有人能不忘初心，逆天改命。陈元启，恭喜你，你赢了。从此，你便是世间主宰。世间主宰？对，从此这世间可以按你的心意制定规则，不再有良善之人被欺压，人人平等。感谢上苍。那我娘亲、小秋，还有神女，那些死去的无辜之人，都能活过来吗？做不到，万法因缘，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除非什么？除非用足够分量的东西交换，比如拯救世间身怀功德之人。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拿我自己做交换？我愿意。不止如此，不只是死亡，还是灵魂的消失。陈元启，他们在新的世界里会忘记你。忘记我？对，没有人会记得你，包括你的母亲、爱人。这个代价，你也能接受吗？何必呢？那他们过得会好吗？会的，因为他们甚至不会知道，有一个爱他们的你，为他们牺牲。好，你可要说话算数。为生民立命者，虽死犹生。陈元启，永别了。元气，不要！你别死！你要是走了，我恨你一辈子。此生能与你们相知相遇，我已无憾。
大娘，家里一切都好吗？吃的够不够啊？穿的暖不暖？有没有人欺负你们啊？一切都很好，人人富足，家家和乐。啊，对了，小兄。大哥哥，沿着这条路走到尽头就是天元学宫了，我得先回家了。快回去吧，记得听娘的话啊。知道了。这辽阔天地，却再无我的故人。陈元启，纸上古月悄，人影思念落地起。你要去哪儿啊？不带上我们吗？你们，你离开以后，我们普救世人，积攒功德，向天道又许了一个愿望。第一个就是让你回来，第二个是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我叫陈元启，这是一个关于命运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个曾受压迫的人，都终将战胜命运的苦难，收获自己的幸福。无论这条路有多难走，请你相信，光明会在未来等你。